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安安，我是郑弘仪，欢迎收看今天的《划时代人物》。咱今天邀请到的贵宾非常的特别难得伊是咱侨务委员也是纽约台湾会馆的理事长苏春怀苏理事长，理事长你好。郑大哥好，各位观众好。你叫我郑大哥，我现在就不敢动了。好，因为这个理事长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前景，伊就是咱美国美商超微 AMD 的董事长兼执行长，伊甲这个美国这间公司这个治理的非常的好，股价现在很高，这是台湾的骄傲。那今天要来甲请教就是讲，这款查囝是安怎教的？那也这优秀，那当然这个女儿这么优秀，爸爸也很优秀。爸爸呢伊是师大毕业，台南人，然后这个读清大迄个年代读清大数学研究所，然后过去美国读公费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博士。那么这个他在后来进入纽约工作。那今嘛虽然退休80岁但是依然替台湾打拼。我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苏春怀理事长伊讲挑战上困难的代志，才有机会创造历史。那么也许今晚上赖清德一挂启示好，那这个他现在是我们的行政院侨务委员纽约台湾会馆的理事长。那么伊捌伫纽约市政府人力资源局做首席统计师。你家己创办英格尔卡车零件进口公司。对。伊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这个统计研究所的博士，他都有讲到，这个不容易全额奖学金这个就是苏之峰我想真侪台湾人拢已经真清楚苏之峰伊是即马现在AMD 美商超微的董事长兼执行长。那他以前曾经在 IBM 待过，也是做到研发中心的副总裁。反正他到处被挖角了，因为太优秀了。也在菲斯卡尔半导体担任CTO 的是技术长。那这个苏之峰是麻省理工的电机学士、硕士、博士，而且以博士24岁的毕业这是史无前例，史无前例因为他跳级跳级的，你小学捌跳级不？中学跳级一年，初中1年。大学有无？大学几乎他可以早毕业，但是我说年轻人呢，学技术多学一点。好，所以伊本来是有能力会跳级的。就他大学的话，他可以，他有很多课程，都是高中都学的。哇，厉害！所以伊总共算讲，若是要正常，读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毕业要几岁？应该他是至少快2年。伊提早2年了。所以比普通将至少紧3档。紧3档。伊是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毕业的那这间高中最厉害。这间高中出了8个诺贝尔奖。这个高中的8个。全世界内底上好个。是边是动物园那间。对。有一个 Bronx 那个动物园好。这拢爱课。这公立学校。公立的10个扣一个。那很难进是爱考掉的对了。考掉，因为他成绩很好。然后他数学会长，他早上6点就上学了。早上6点上学，艺术习惯。上学以来坐公车，到好爱7点钟数学的 CU 班。1000好像跳差不多几十个安尼。你布朗克斯高中，对，1000个才找几十个，找几十个，就是说没有范围的。
啊，这些学生呢，哎，拢是渣人嘛，所以拢来读大学的物啊，嚯，布朗克斯就真歹入去啊呢，啊，怎么？啊，你真歹入去内底，伊个1000个，伊个扣几十个啊，对诶，数学资优生，伊就是伊哦，就是。然后，所以他在那边哎，发表那个西屋科学奖啊，西屋科学，然后他也是几乎是那个美国数学国家队，这样伊也出来拢是安那，哎，每一间大学拢买。哦，伊挖角，也太好了，不，啊，就伊这也让刻入去，已经是上个像是，啊，哎，啊，这样上个像你新疆大学，没有一个学校会你要麻拒绝。省理工，你就麻省理工。哦，好，那他为什么选麻省理工？嗯，因为哈，你要挑战他喜欢这些玩具的，这电动的东西。嗯，那电动东西有时候坏掉，他就把它拆掉。哦，他拆掉个螺丝连椅，哈，你个爸爸个倒了，哦，会当上。啊，有当时螺丝倒袂好势，就歹去。我袂甘咩，我个要较歹用的物互你用。哦，够会装。你这鼓励伊有这种倾向嘛？朱之峰啊，还得到罗伯特诺伊斯奖章。哦，这有迄个，哎，这有半导体的诺贝尔奖。半导体的诺贝尔奖，了不起。因为半导体哈的历史很短。啊，有的历史很短，所以诺贝尔奖金那时候没有半导体。啊，否则的话，它也可以禁止那个诺贝尔奖。那个可以角逐诺贝尔奖。对，因为它有重大发明。为什么半导体的技术进步那么快？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Lisa，它铜晶片是他发明的。对，一个铜晶片 ，TME 赚几百亿。对，因为当时他主张用铜来做晶片，以前叫阿鲁米，阿鲁米哈，他就要用铜哈，省电，更加效。安尼哈，好。另外，他也得到总统技术顾问啊，这是由拜登总统任命啊，还有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这个很了不起。对，就的。张忠谋模范领袖奖，2019年这个标准普尔 S&P 500企业收入的最高的 CEO 2019年他一年的这个收入就有5850万美金，因为她是第一位女性对接这个半导体的执行长对大家都在看那贵有没有男女同酬？这个念出来美国的 CEO 减15万，一起正薪减15万，对，大家就在批评Lisa 就我说 ，Lisa 其实她也没有觉得我，我就跟她讲，这个钱呢并不重要，最主要是你有这个机会，去执掌这个公司。你都要不做呢？你干嘛要求钱多少钱？对，这本身是一个态度。一共如果3年5年，我把它做出成绩出来，再来争取我的薪水，对，那更有意义。那就这样。也心态就是安尼。不独立你讲做出成绩，人就你要不人做了，你就要求东要求西，而且做不起来，那个也泡汤嘛。是。你给做起来，85万，有时候他是给股票，用7万嘛，85万就嘛是几倍，你要80倍就嘛是6、7千嘛。是，理事长，伊细汉的时阵，你捌甲推过？捌干呐，体罚。我的也就是说他是很乖的孩子。阿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对他
也非常鼓励他嘛。哎，所以唔捌甲处罚过。差不多无。安尼，伊的乡下足好，你话处罚什么？嘛唔捌甲骂过。玫瑰没有什么东西，因为虽然学钢琴或怎么样，讲钢琴要好好学，安尼就是这样。唔捌甲佢偷懒。对，这个囡仔来讲哦，这个也许我们的福分。伊咧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人咧打工，咧落雪伊嘛走去他们兔街趁钱，上报纸。伊嘛捌送过报纸。对，送报纸还真早呢。对啊，含同学，你啊同学，所以伊啊同学足侪人进入麻省。因为吃得了苦。这种好学生嘛。吃得了苦。弄好学生。不会说什么逃学的，或者是你若含中国学生做伙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个歹习惯嘛。中国学生足济移民去，我做餐馆嘛。做餐馆做餐馆囡仔有长啊无长啊，什么也无太咧管。时间做拢足长。阮这拢是照时间正常，上下班刷我那个搞，我亲身那个调教，做一基本上，即马伫这个世界，随着基本上，谁占尽优势，谁的知识管，地球爱看嘛，要有深度广度，你才有高度，才可以看到未来。当你可以看到未来的时候，就是送你一个 GPS 目标嘛。对啊，一个人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路线不是直线。有当时我能教教。对啊，但是 OK， 你一个 GPS 完了以后，你碰到困难，你会这样无路啊，我来转。但是因为你有一个 GPS，所以你只要努力，一定会达到目标，很快。你不会浪费时间，你不会说在那边绕来绕去。所以算是人生的胜利组。他要什么就得到，并且时间是很快，都没有错过那个是。你讲30岁，已经是IBM 会35万的员工，这行长，伊就对伊做赏识，对公司有功德嘛，所以也不会用你。介伤的物，因为普通你读工的人，你就技术派嘛，你无同会当领导人，无领导管理嘛。你会当领导管理，你个技术派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东西。你有一个管理啊。所以 IBM 的执行长李苏之峰30岁的时候就来个挖角啊，就对了。伊入去 IBM 伊甲解决一个铜晶片的技术，替公司赚足侪钱，功劳就是伊嘛。因为因咧做久的时间，开可能要100亿去，做不出来就泡汤一样。他自愿去挑战这个，大家做不出来，下人做出来，对公司拢好嘛。所以伊做出来，其实是倒位来，第一的，伊咧做实验，教授做实验，迄个技术才解决你的问题，这学问有够。所以伊伫 MIT 的时阵，伊捌实习过。伊是大一的实习的。大一就是暑假，大家因暑假无等下出来，所以伊的铜晶片变成世界半导体的标准。所以你才会讲，其实他搞不好还可以角逐诺贝尔奖，如果有这个奖项。当然功能足大，而且有历史性的发明。所以有那个的话，当然要个培养这种来接班嘛。
IBM 的接班。当然了。哦，以你这个求学过程里面，总是个女生嘛，难道她不会想要浪漫啊，交个男朋友吗？当然，在 MIT 也得有啊。哦，那是以大学了，去大学、高中那没有时间，没时间搞。大家都同学生，没有时间。在大学当然会有嘛，他会带回家，但是有些那个时间他还在学业当中呢，所以还不太那么成熟的。他也很听话。哇，理事长，这是对一栋大楼用这个 Lisa 的名来那个取名字。这个是以前麻省理工的奈米大楼，书中就是在这栋大楼里面的实验室，就是学习那个通讯片，SOI 的，SOI 的技术也大学的毕业论文，所以感觉讲，伊即马已经赚足多钱，他要回馈他的母校，所以这栋大楼是 MIT 150年来第一位女性麻省理工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的大楼，了不起。它的意义在哪里？他说我在这边学到这些技术，后来我赚到大钱，我要回馈这个母校，可以训练更多的这些女性啊，或者是学生可以做出更多的这些发明，来造福人群。伊管我这钱，那个你没有几亿，你大概不能够上名。几亿的美金吼，懂了，他那就股票，我相信他也不会跟我讲。我们也鼓励他做他想做的。Lisa 细汉的时阵，你讲你唔捌甲唱歌过，唔捌甲骂过，那以后你捌甲奖励过无？有啊，你要那个奖励？送电脑给他。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奖励要送电脑，那时候是 PC 刚开始，他是用 Apple IIe。Apple IIe 这个电脑，他买了电脑以后，他就玩了以后，他就用他学的东西到摩根那个暑假，那个做电脑操作，就是说你买卖股票写电脑程式，结果这个非常成功。他那时候几岁？那时候是高一嘛。高一，然后你送他电脑，然后他就写程式。然后在 Morgan 实习，Morgan Stanley 吗？对。然后2年以后就是股票崩盘嘛，大概是1986年，所以摩根财团损失就最少，因为那个软体。后来那个摩根呢，就是一直要挖他回去的，他说他不要。他说钱太少是吧？他说也不是，因为他认为里面的投资银行，本身就是在玩这个金钱游戏，金钱游戏赚钱，就是说你玩这个金钱游戏的，好像在玩比特币一样，对社会没有贡献，他将来就是要把他研究的东西。做出产品来造福人群，所以他有几个产品呢？它叫做游戏机里玩，因为它研发2个产品，一个是 Sony 的 PlayStation，一个是 Microsoft 的 Xbox，这个是它的玩牌，因为这个他做的晶片速度增加1000倍，价钱更便宜，所以世界90%以上都是。一定要用的。哇，贡献巨大呢！贡献巨大，这个不是只有这样。你要去救 AMD 啊，他就是用这个玩法。
他走到哪里，他的客户就跟到哪里啊。他一去，几十亿订单就来了。咱来看一下哦，嘿，苏之峰啊是 AMD 嘅挖角，好，伊这个2012年啊，这是这个 AMD 啊的股价走势图，好，2012年啊，他正式加入 AMD， 到2014年他被升为 CEO， 啊，那么到大概2018年 ，AMD 开始赚钱。那插一句，开始赚钱的原因就是他接的那几年就在研发新产品。好。2018年那个产品出来了。好，2019年又开始赚钱了。2019年那一年 S&P 500的最高薪的 CEO 就是他，5800多万美金。2019年，好，那这个如果2019年就已经领这么多钱了，你看看这个股价，好，你就知道苏之峰领多少钱了啦哦。现在已经到这里了哈，到这里，那这个股价应该是超过200块了，200块。曾经，曾经，那股票是上上下下。对啦，对。这个时阵应该是真凄惨的时阵，上凄惨的时阵。公司快要倒掉。哎，对不对啊？他的没现金流，要借高利贷。没 cash flow。到不要连家己的大楼都卖掉。遐凄惨。把所有那个旧的工厂为的是要筹足资金来研发下一代的产品。好。你研发要3年，你研发这要几十亿嘛。你公司要亏钱又借高利贷，当然只有可以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去抢占市场。好，所以就是公司这边倒找苏之峰，讲一年给你85万美金，就是迄年嘛。你结果一开始慢慢那救，慢慢那救到 AMD 起码变安尼嘛那救到 AMD 现在变这样，我们来看看它救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是 AMD， 这是 Intel， 大家都知道 Intel 是足大间的公司，以前台湾的公司一直想要超越 Intel，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Intel 的有名的广告叫做 Intel Inside， 就是说我这里面都有内建我的晶片 ，OK， 好咯。那苏之峰去了以后到2023年AMD 已经营业额到226.8亿美金，营业额是 Intel 542亿美金的大概一半啦对。但是员工数 AMD 26000人，但 Intel 的员工数125000人呢，惊人呢，也员工数是也差不多5倍呢，但它营业额只有它的大概1倍而已。那股价呢？股价现在啦，就是讲现在 ，AMD 是165美金，最高到220嘛，现在的 Intel 只有31美金，它的股价是它的5倍了。再来。市值现在的 AMD 市值是2675亿美金，你若要给它折算成台币，这差不多是8高条8-9兆。想关系3000亿美金，那 Intel 的市值只有1337亿美金，换句话说，也市值其实没有AMD 的一半。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大家很看好 AMD 啦。因为一个科技公司最重要就是创新。一个公司没有创新的话，你就会被淘汰。不管你是怎么大的公司。一头短白发，利落套装，这是 AMD CEO 苏之峰的标配。他是麻省理工超级校友，校方还曾经建了座苏之峰大楼表示纪念。他曾经年薪17亿台币，也是全球半导体公司唯一的女 CEO。人狠话不多，名言是 ：I have extremely high standards. I really love to win.
苏姿丰被誉为 AMD 救世主，10年来公司从谷底逆风高飞，股价飙升超过50倍，打了无数华尔街专家的脸，更是乡民口中的女神苏妈。她的传奇从小就开始。My parents were typical Asian parents, and they do like all parents, wanting their children to be successful. They encouraged my brother and I to really study math and science, and that's what we did as kids. 1969年，苏姿丰在台南出生。巧合的是 ，AMD 也在这年创立。小苏姿丰3岁就跟着高学历父母到美国生活，他的人生想开挂，跳级读全美顶尖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大学念麻省理工，投入半导体研究。That I realized that I didn't need to b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classroom, but if I really applied myself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 c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So my favorite advice to graduates is find the toughest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volunteer to help solve them. Because this is really how you make your own luck. This is when people really pay attention. 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有机会比别人成功。苏姿丰先后在德州仪器 IBM 工作，33岁成为半导体研发中心的副总裁，再被菲斯卡尔半导体挖角，一次次带领团队在业界建立声望。2012年，他加入 AMD，2014年担任 CEO。这个缺别人觉得是个坑，对他来说却是人生起飞。AMD 是老牌半导体设计公司，主要业务 CPU 跟 GPU， 但分别被 Intel 跟黄仁勋的 NVIDIA 压着打，是万年老二。苏姿丰接手时 ，AMD 连年亏损，累计达50亿美元，4年换了4个 CEO， 是公司最黑暗的10年。AM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very painful day for this stock. AMD it's still just surviving, but surviving. Not by a lot. I have to say, coming to AMD actually felt really natural to me. When I think about what's important to me, JT, it's really about how do we do something that truly matters in the industry. And it's always been about that for me. So really, this is an opportunity of a lifetime for me. 最好的机会也是最严酷的挑战。他整顿公司、裁员、瘦身，要省钱，卖专利授权，卖公司大楼来换现金。他跟台积电7奈米合作，整天挂在嘴边的核心战略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高性能计算是针对 Intel 发起的反攻号角。过去 AMD 因为技术问题，只能在中低端跟 Intel 抢占市场份额。但苏姿丰觉得中低端没前途，利润低，附加值差。他筹钱研发高端晶片，终于在2017年开响第一枪，推出全新 Zen 架构的锐龙晶片。Today is a really big day for AMD. I told you, this is the fastest 8-core desktop processor in the market today. We have the results to show you. Our competition is priced at $1,000. AMD Ryzen $499. 叫板 Intel， 我的晶片好，价格比你更便宜。锐龙晶片性能一口气比之前提升了52%，从第一代发布开始时就受到瞩目。锐龙加上商用的 EPYC 晶片问世，让 AMD 飞速向 Intel 攻城略地。By mid-2018, its market cap had shot up to over $30 billion. Almost exactly 5 years after the release of Ryzen in 2022, AMD passed Intel in market cap for the first time. 2022年搭着 AI 顺风车 ，AMD 市值赶超老大哥 Intel， 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不但累积大量粉丝，玩家也为了能打破 Intel 一家独大的局面，纷纷喊出 AMD Yes。10 years sounds like a long time, but it's actually a very short time. I think the most enjoyable part for me is I love to build products, and I love working with our customers to see those products in action. The beauty of semiconductors and technology is we're working on the technology that's making such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Like, I love to say billions of people use AMD technologies everywhere, and we want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recognize that technology can help make your life so much better. 在 AMD 的10年，头发由黑转白。苏姿丰曾说，这些年间是一场又一场的豪赌。半导体研发周期长，几十亿丢下去，3-5年后才知道赚不赚钱。幸好他一直相信自己。
2014年有记者问过她，成为 AMD 首位女性 CEO 是不是个里程碑？苏姿丰说，希望几年后人们评价我，关注的是我带来了什么，这比我是不是第一个女性重要多了。她的回答应该是这10年传奇最好的注脚。啊，伊会晓讲中文无？你是不晓讲中文，你是会晓听台湾话。啊，是哦，台湾话一听有呀。啊，为什么呢？嘿，你细汉吼，阿嬷咧讲，阿嬷你讲就转电视看苏艳文，啊，所以伊看，所以我现在跟他讲台湾话，他听得懂，他说哦，伊听有啦，讲台湾话伊听有，啊，伊会讲台湾话无？要伊今日讲了，人笑做伊较袂正，但是有当时会讲。哦，所以我若甲拄到Lisa，我讲温州大儒侠，伊会接苏艳文哦。你知啦，你知3岁嘛？那跟黄仁勋不一样嘛？黄仁勋9岁来美国嘛，所以已经上小学了嘛。黄仁勋哈，黄仁勋的中文甲台语的基础比Lisa较好啦。当然较好，有读小学，伊加6岁嘛。听伊讲恁是共一个阿祖呀？对，因为是安那呢？黄仁勋的妈妈吼，是阮太太这边，我叫四姑啦。黄仁勋的妈妈是你甲叫四姑。黄仁勋的妈妈大姊哦，就是什么人呢？就是侯伯义营长。侯家，台南侯家，是侯伯义都上市公司啊，对，台南纺织条，台南纺织，过来吼，迄个阮丈人是大哥，因2个差18岁，所以就是阮丈人哦，伊反正是妈妈兄哥，亲兄哥了。是哦。恁丈人就是恁太太的爸爸，是黄仁勋的亲兄哥。安尼我看起来了，安尼真亲嘞。所以因细汉吼，就是因的妈妈拢住在同一个屋檐里面。迄个地你看，本来蛮热，台湾。有影，黄仁勋就会身价。世界这么大，其实。也是这么想，是，哇，那块福地呢？福地啊，对。Computex 电脑展 ，NVIDIA 黄仁勋 ，AMD 苏姿丰，2座 GPU 大山在台北各领风骚。We have 16 Zen 5 cores, 32 threads, up to 5.67 gigahertz boost, a large 80 megabyte cache. At 170 watt TDP. This is the fastest consumer CPU in the world. 演讲中趁机秀出新产品，苏姿丰还找大咖惠普、Acer、石崇堂来助阵，奇珍也强调与台积电关系稳定。而黄仁勋的演讲把主角光环套在台湾身上。Where everything NVIDIA does begins, our partners and ourselves take it to the world.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has created the world's AI infrastructure. 背景荧幕是 NVIDIA 供应链伙伴的 logo 墙，在世界级的大舞台，感谢台湾给足面子。黄仁勋跟苏姿丰2人都是台湾儿女，但 NVIDIA 跟 AMD 是属于竞争关系。这次来台往不见后，很难想象2人可是亲戚，来自台南望族罗家。其实苏姿丰的外公跟黄仁勋的妈妈是兄妹，他要称老黄一声表舅。另外，他还有一位表姨夫是还你懂作侯伯义，过硬的经济实力被称作新台南帮。但谈到生意，肯定谁也不让谁。AMD is in a very fortunate place. We feel very lucky. To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AI universe, and AI is our #1 priority, and so this is where all of our investment is going as well. GPU 被视为目前 AI 模型训练算力的最优解。黄仁勋眼光独到，早早入局开发软体 Q 大，建立生态圈，市占率超过80%。
苏姿丰以 CPU、GPU、FGPA 多产品组合在一旁虎视眈眈，但不管怎么争，对台湾都有利。台湾代工占全球 AI 伺服器90%出货量，被誉为 AI 军火库。因此，上游厂商不管怎么争，大环境好，供应链就受惠。而苏黄来台，当然积极巩固跟台湾以及供应商的关系。黄仁勋大张旗鼓请吃饭，苏姿丰则私下拜会。In this world, you need to really have close partnerships because no one company can do everything by themselves. One of the things I announced today is that we're actually expanding and accelerating our AI roadmap. So now we're doing, every year we have a new product family for our new GPUs. And that requires us to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gether with all of our partners to make that happen. 为了加深与台合作 ，AMD 加入大 A Plus 计划，霸气宣布投资台湾50亿盖研发中心，厂址还考虑选在家乡南部。NVIDIA 则是已经准备要盖第2座 AI 研发中心。其实照目前人工智慧市场来看，仍然是不断成长。NVIDIA、AMD 很大可能是齐头并进，供应商当然也跟着被带飞。这对来自台南一敌一亲的表舅侄，已经成了台湾发展的新火车头。这个理事长啊，义工啊，他去到纽约，他发现纽约很多优秀的人都犹太人，那他就想说，那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优秀？他才发现说他们是受到塔木德经的影响很深。好，可不可以请教你，塔木德经为什么你觉得这么重要？塔木德经哦，就是点有一个经典，这部经典哦，写1000章，是西元前500年到西元后500年，那犹太人哈。因为亡国嘛，蒙国嘛，对，所以伊的文化吼，拢只这就是教修的，叫什么智子，应该叫做这教士，教士，遐把这日常社会发生的代志写来，你想哦，要安怎教囡仔？是，要安怎教囡仔才会成功？要安怎投资？要安怎做生意？这个拢给写出来。这写开很重要呢。犹太人伊信的就是犹太教，你若信犹太教，你就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各种种族拢，伊规定足严，就是讲你要守2个教义。你礼拜6，就是你拢爱踮厝里休息、读册。就是读2本册，一生都拢读这2本册的。一部是旧约圣经，古约圣经，伊无读新约的。因为他们不读新约。是啊，他无读新约。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是一个救世主，因为耶稣是要救世界的人，不是要救你犹太人。耶稣对你犹太人的复国无讲。塔木德经就是咧教就是咱有一个百科全书，教你的文化、宗教、医学，什么的知识，你安怎伫社会内底生存？所以犹太人细汉就咧教你股票安怎操作，因为你要生存嘛，你无国家，你要生存，你一定要有钱嘛，你用这个财富来购买你的生存权，跟居住权，是，你无钱，你就连国家都无啊，对不？你要去住所在，互人赶来赶去，是。塔木德经内底咧讲一个人爱自我超越，就讲我今仔比昨较好，明仔载比今仔较好，所以每天你都准备好，所以机会来的话，他
他就去读。哦，台湾的教育本身哦，囡仔你这袂使，你袂使追逼，唔对你，哦，禁止，拢禁止，对，家庭吼拢禁止囡仔乖乖，哦，袂使去做危险的代志，所以囡仔变得呢优柔寡断，大家囡仔优柔寡断，唔敢去冒险，唔敢去尝试冒险，哦，但是你要冒险来讲，犹太人伊冒险，创造机会是，但是你要准备好啊，对吧？机会是予准备好的人。啊，唐木德经你看几遍？哦，我有时间我就看。啊，像我伫台湾会馆哦，我有一个节目，大家来开讲。我来讲，讲我来读啊。读那个时候哦，用来做好势。呀，安尼好。好，但李顺英，我请教你哦，Lisa 细汉就这么乖，听讲你5岁你就教伊99乘法嘛？哦对。好，伊嘛有钢琴嘛？对。好，伊人生内底敢无啥物挫折？我会讲哦，足专注重啊，阮嘛是还没就就是父女之间哦的关系都感情就好最早是他看到他妈在做生意，从无到有，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哈，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是要从无到有。你若讲恁到做业，你好业，那有什么？好，这一张照片啊，中就是 Lisa 嘛，哈，对。然后穿绿色衣服的是猎狐营嘛，哈，这个旁边抱小孩的是谁啊？他的先生。哦 ，Lisa 的先生是吧？对。伊今麦几个囡仔？比较一个哈，小女生。哦，真高兴。在左边是阮新妇。哦，你新妇。老先生。你的囝 Victor 咧？Victor 对。无伫内底哈？无伫去伊翕相。哦，翕相。帮我们照。OK。这个地方是在 Austin。然后在德州的 Austin。德州。OK。我们去看他，大家就那个。好，这个。历史定不简单，伊的囝嘛是瑞士现代银行首席投资家哦。对，这就是我教囡仔讲传统，颠覆传统。我意思来讲，囡仔是喜欢什么东西，对，我就用什么方式来教啊。不是用竞技，不是用做探钱啊，做探钱。啥物人？阮老先呢？做高探钱。细汉的时候，做探钱，因为伊学校哦，史蒂文森哦，对，是伫华尔街隔壁。做细汉的，我讲，你若要做金融，你就不要练金融。所以也听，也读化工，对，甲迄个工业工程。但是你的目标哦，是金融，所以比较了的去投资银行。为什么？这个观念就是，你一个练商的人，碰到金融危机，或者叫你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金融危机是你读商的人造成的，所以你练工科的人，他分析能力了什么都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练商的人呢，看东西，你有盲点，你有盲点，你判断错误，了解。所以你要这个就好。即马你支持的赖清德总统未来伊做总统，我想是8年啦吼，那当然要把第一任4年先做完嘛吼。你对有啥物期许无？其实上重要的是延续蔡总统的那个台美关系。台美关系全世界有2个国家，如果跟美国没有好关系，就
不能生存。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台湾。因为你周边的东西都是对你非常敌对、不友善，所以你建立良好的台美关系，就是台湾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现在非常明显。台湾有很多非常的科技人才。有非常好的科技人才的话，他就跟好的关系，美国就把最好的东西到台湾。台湾人现在半导体就是环能性、数字风嘛，这两个人研发东西，台积电、台积电制造，有制造的，你有大订单的话，你代表你整个供应链都受益。你这样挺台湾那个Lisa 有受你影响嘛？这样挺台湾无？这有台湾心无？伊当然有啊，他研发的东西来台湾制造，在他的家乡做，而且带动台湾的经济有影响有多大？一单几千亿的订单，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是呀。你像安尼，你敢袂使？你会去中国袂？你会去中国袂？我看袂啦，因为去中国，一种制度变来变去所以你也不要去世界很多所在人去，都不要去了。你估计11月美国总统大选，啥物人会调哈？美国当然。我知的对台湾较好。其实这是两党共识，两党都有一个国家的，因为对台湾的这种态度是两党，不会说因为你总统来就改变。OK， 因为你国会至少这个民主党、共和党拢挺台湾，就是国会。美国国会的水准非常的高，他会按照你事情来判断，你这个国家的利益第一，了解。那台湾的国会应该这样，国家利益第一，政党次之。我们这个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苏春怀理事长他也是苏姿丰的爸爸。那他今天这个分享了这个他怎么教育这么优秀的女儿，而变成现在国际上科技界最了不起的人物对全世界有这样的贡献。那同时，咱嘛感谢伊对台湾的心，对台湾的情到现在都还在回馈台湾，都要跟你拍拼。非常感谢理事长，感谢郑大哥。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是郑弘仪，划时代人物，我们下周再见。